测试声音，测试。现在呢？好了吧？现在呢？好了吧？OK。哎，下午好。刚才家属说今天人比较少，可能是上午都比赛去了吧？我看多少人啊？192人。还在摆渡车上。什么比赛啊？哎，各位好。都跑得怎么样？现在在屏幕前的参赛的不多吧？除非完赛很早的，对吧？巴黎奥运会大众组不去啊？对，今天好多嘛，今天这边也有马拉松。今天上午大河原先生又去参赛了。大河原先生去了，好像是大破节夫人的老家的马拉松，是首次举办，所以大破节还去站台了。你看他给我发的照片，能看见吗？就是他去发令了。我哥带着腿伤，你们猜他跑了多少？来，大河原先生跑了多少？来猜猜。放大点啊，看看。那、能看清吗？还行哈，但是这是他这个赛季的最差成绩。他说状态不好，而且今天比较热，对吧？马拉松就是这样，就是你跑多了以后都不会太差的，真的不会太差的。你换个浏览器就好了，跑多了都不会太差的。60了，老哥6月份生日，60了。哎呀，现在这个国内的比赛虽然说越来越多吧，但是最近好像吐槽的特别多，是不是？上周那个哪儿啊？那个说奖牌也发错了。那北京那个国际长跑节之前最后一届10公里、5公里那次，就是奖牌也发错了，最后弄的是没有本来没有奖牌的5公里组，好多人拿了奖牌，因为那个叫什么志愿者不知道，那时候还可能还都不是志愿者呢，工作人员不知道，然后等到10公里完赛的时候就没奖牌了。这不是说国内国外的事儿，就是什么事儿都是有好有坏，不可能什么事儿都是好的，对吧？我体重什么时候到现在这个水平？大概2018年，4年吧。听说国内赛事以后都要求体检报告了，那以后我就不参加国内赛事了。对，就是个人观点啊，就是我理解，但是不支持。因为这个事儿是这样，就跟那年我们去新加坡工作，我跟大家那个聊一聊啊，就是去新加坡工作办那个工作准证的时候，是他也去分人，
就是他对整个中国大陆的人还分地区，像我是北京，呃，我去就没事儿，就是我直接签一个那个叫什么 declaration，就是我签一个声明，声明自己没有那些传染病。就是前几年我国也查的，就是好像最近几年才取消的，就是我们其实对外国人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拿长期签证的，要每年一体检。原来我刚上班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同事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外籍的华人，就是每年要一体检，要查那些比较隐私的疾病。然后那年我们去新加坡办准证的时候，也是就是北京地区的人还是哪儿地，反正大部分地区人签一个声明就行了，就不用交体检证明。然后有的地区的是要交体检证明的。这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我理解，但是不支持。我不支持的原因是，就是它是一个有罪推定。不知道各位能不能就是 get 到我这个点？就我对所有有罪推定的事儿是不认同的。嗯，就不管是什么事情，不一定是比赛的体检。对，鼻炎严重了啊。对啊，大家不是天天这几年天天听吗？你不是你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吗？对吧？那你就相信我就完了呗。体检这个事儿，建议大家体检，常规体检。但是反正，我觉得把它弄成报名，包括现在这要成绩报名这事儿，虽然我成绩挺好的，按说我应该占便宜，但是呢，我也觉得不好。这样剥夺了很多人的参赛的机会。LDS Channel 可能会来日本旅游，想买一双跑鞋求推荐。那在这边可能只有 ASICS 会比较合适，其他品牌并没有优势。终于赶上一回直播，博哥下午好，您好。平时在起伏路段跑步有什么利弊吗？没有什么利弊，只有利没有弊，可能最多就是会有点受伤吧。脚踝筋膜炎6周终于恢复，周五恢复跑10公里，我这也没好呢，还挺疼的呢。要参加北京半马，呃，适合 PB 嘛？第一次去适合 PB。北京半马唯一阻碍您 PB 的，可能只有大风和那天上飘那毛毛，呵呵呵，那毛毛挺难受的。配3有必要配个小破豆吗？我觉得大部分时候没必要吧。你要想记得数据全面点的话，配也是别在腰上，因为现在双频 GPS 的手表，除非您跑步机，都不太需要在脚上装一个这种东西了。感觉健身房跑步机和路跑感觉不一样。那当然了，所以你看我下雨也在外边跑。你们看非洲运动员，别说下雨了，你看下完雨地下那泥，人家也在外边跑，因为马拉松不在跑步机上跑，对不对？大阪樱花满开了吗？没有，今年气候比较冷，现在还没开。今天上午我们跑团的小伙伴们在大阪城的星巴克门前的草坪赏花，给大家看看，特别的有意思。我因为就跟大家沟通还是不太顺畅，所以我就没有参与，要不然人家老得照顾我。平时跑步怎么装手机和钥匙？不装啊，我早上训练跟比赛都不带手机。钥匙的话扔楼下信箱里，信箱是密码锁。在北京的时候就不用钥匙，在北京的时候都是电子的，在这儿得用钥匙，但是就一把。这儿的钥匙就是一般这种社区钥匙特别逗，就是楼下那个大堂是有门的，是有锁的，要拿钥匙开。家里门也是拿钥匙开，这2把钥匙是同一把钥匙，只不过底下那个锁可能它要求的那个尺呢少一些，等于每家都是这样。3周前5公里20分36，这周自测19分36，4周后5K 比赛定 sub19，目标现实吗？现实。5公里其实就上下差一点很正常。半马13413 PB 了8分钟，求夸夸了不起。我担心北半马2万人跑不开，不会，那个你一下就上长安街，上长安街就跑开了。前1-2公里可能人多一点，但是应该能跑开。半马你就
怎么说呢？半马如果您站得靠前，你要小心注意安全，因为有冲得特别快的人上来就一阵风就出去了，有可能撞你一下。对吧？我也不知道这个将来是不是真的要体检报告，而且这事儿是这样。现在我看有多少人啊？我这事儿我本来想明天说的，我是憋不住，我得聊聊。嗯，不能给我直播间封了吧？哈哈哈。哦对，还说呢啊，跟各位在这儿先请个假，然后过2天还得再请假，就是周二，就是本周二会停更一天，本周二要去福冈出差，然后应该是会周二去办一天事儿，周三、周四在那边转2天，等于周三、周四会恢复正常的更新。你们看，今天是第一个训练日，是周日，然后周一、周二停更一天，周三呢是合练的日子，但是我不在大阪，所以我应该自己练。周三就会更新视频，周四是休息日，然后周五我就回来了，好吗？我的半马 PB 历史，我半马其实特容易，半马那时候自己在朝阳公园跑，第一次跑进1小时50是自己跑的，1小时，然后之后就是2010几年呀，2015年的首届北京那个鸟巢嘛半马，后来就没有了。141，然后之后第2年的北京半马138，然后132，然后127，然后122，之后就是117，然后就是116了。嗯，90公斤直接开跑，什么都不注意，什么都不要注意，就跑就行了。周六去大阪城吗？我想想啊，这周六吗？这周六应该去。我看啊，周日、周一周二、周三，然后周四休息，五六周六去，周六肯定去。是特意去日本训练才选择出差去日本吗？不是啊，是反过来的。对，我跟大家聊聊这个我认为的体检这个事儿，好吗？想听吗？我觉得，我觉得如果全面要求体检报告，我们所有的马拉松就别再叫某某国际马拉松了。大家同意吗？这个我觉得就彻底跟国际拜拜了。就你看，我现在在海外生活，我就能接触到一些人，也问我说想去中国参赛，但是真的好难，好难，好难呀！大家想象一下，如果就前段时间那个，就是好像美国有发布这个的，就是他发布语言，哪国语言难学，就是讲对英文是母语的人最难学的第一梯队的语言是中日韩，还有哪儿来着？还有一个，反正4个国家的语言，就是这不是这是科学上的啊，我也同意。然后呃，各位就可以这么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如果您是非中文的人，下飞机落地您所在的城市的省会的或者是直辖市的机场，来中国参加一场马拉松，您自己搞得定搞不定？尤其是出国旅行过的小伙伴们，想象你对比一下，想象一下，我多的就不说了，同意吧？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呢，不，好多马拉松不叫国际马拉松，它的目的不是为了不国际，是他就不说国际了。就像你看，就像美国的那些比赛人，他不说是美国冠军，人家都是，他就认为他是世界冠军，你知道吗？就是这么回事儿。北京当时取消北京国际马拉松也是为了这个，他不是为了说就不国际了，对吧？然后你说要体检报告，那是不是要一视同仁呢？那海外的选手体检报告怎么办？英文的怎么办？要不要翻译？要不要公证？哪种算数？哪种不算数？然后紧接着就是赛事的各种的新闻消息，包括
并不限于比方说博览会的各种介绍、福利这些。你看，像大多数海外马拉松基本上都是有给你发邮件，然后呢给你网址，你拿就能看了。然后给的所有二维码呢，拿手机的像就不管拿什么软件都能扫。然后，但是你说你让老外下个微信注册一下子，再关注一下全是纯中文的公众号，好像这个也不行。然后有的呢，好多这个赛会还是依托这个视频号的，但是呢，像海外号手机号注册的微信呢，有的时候视频号是默认是打不开的，反正是各种的这个魔幻的事情就会出现了。所以对吧？然后这个你看现在包括这边的比赛或者哪儿比赛，组委会应该他对海外选手是另外一条通道报名的，咱没报过，咱也不知道。但是呢，反正衣食住行的都是挺麻烦的，因为你看大家比方来日本玩或者去欧洲玩，订个民宿，然后呢就下了飞机打个车或者坐个地铁就去了。他们要是来北京跑个马拉松，订个民宿可不行。第一是民宿不能接待外籍人员啊，然后第二是呢，就算比方说假设大河源先生跟我一起去北京跑马拉松，他住到我家了，那完蛋，24小时之内他得去派出所报备一下，因为他没有住这个涉外的酒店，感觉老哥就崩溃了，是不是？你说怎么弄？对吧？我还得陪他去呼家楼派出所。半马135，全马330，有戏吗？有戏。不是北京这么严，兄弟，全国的要，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要求。嗯，您查查去，都是官方的啊，合法的。填写的网站数据不全也不及时也不全。对呀，之前那个像什么 Run China 还是 China Run，那个还有各种的数据，后来就变成什么数字心动了，是吧？然后后来是什么我就不知道了。脚踝疼怎么办？有什么方法吗？没什么方法。我现在也在试中。Oregon 的帽子，Oregon 帽子当时官网买的呀，就是还有官网的时候，官方途径买的，早就没有了。就不光我们这样，日本也是这样的。日本我第一次来日本旅行的时候是2015年，那时候还是非常的闭塞呢，就是嗯，大多数餐厅是没有英文菜单服务的，然后呢是不能讲不了英文的，完全讲不了英文的。不过这你也讲道理，就是你看，比方像咱们这儿，假设你去郭林家常菜吃饭，你要求服务员会讲英文，这不现实；要求他提供英文菜单也不现实。那时候我们来这边玩，基本上就是只能比划加上这个翻译，而且日文的翻译其实是比中文难的，因为日文很多时候会省略主语，你知道吧？他那一说翻译的不对，好些地方写的也不对，然后而且那时候他们也不考虑外国人，就是第一次我参加东京马拉松的时候，2016年还没有电子证书呢，是纸质的证书，然后他是要给你都是邮寄的，因为他默认就是你都是日本人。包括现在你西方人来日本也有很大的文化冲击，就是他不理解这个东西的。但是呢，这儿现在国际化做的，因为他怎么说呢，就是一切得向前看，就是这个钱向前看就愿意去付出。比方说你这个游客多了，3家餐厅、2家餐厅都能提供英文菜单，那挣的就多呀。我不提，那你不提供，那你就不挣钱嘛。就是一切都是拿他说了算，人们良性竞争往前走就特别好。我这次跑悍马碰到几个日本跑者，是的，就是现在中日之间交流会越来越频繁，我觉得挺好的。我真的觉得挺好，我是一个严重的国际化的支持者，全球化的支持者。
我觉得应该多交流，交流才能避免各种的不好的事情发生，对，要不然就三体了嘛，猜疑链了嘛，看三体了嘛，小伙伴们能看哦，对，不能，是不是现在不能说这个了？那不说了啊，对，抱歉啊，另外平台的小伙伴，上周自测半马1小时56，无补空腹没穿碳板，搞了一双 Vaporfly Next 的第3代，第一次穿碳板，希望北半马能见到14开头，可以啊，应该可以，可以。对，我说的是小说，我觉得那本书有一些金句写的特别好，你们可以翻翻，那时候还没什么人看过的时候，我把我自己捐了，就是如果我在国内拜拜的话，捐给那个协和了，然后我还录了期视频，那期视频就叫给岁月以文明，还有像什么呃庄严对罗辑说，问他这个地方是哪儿，就当时他们住的那个面壁计划住的那个城堡，然后他说他也不知道，说可以问问，然后说不要问，知道是哪儿，世界就变小了。我觉得这句话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尤其是在我对我旅行的影响，就是原来出去玩，不管去哪儿，就愿意开着地图，开着导航看，但是我发现开着地图看就跟玩网游似的，没意思。就真的没意思，就感觉世界变小了，要不然就是世界变大了。世界变大了，就是你一看这地图，哟，这么老远，不去了。就像我去过这么多次京都，其实我就去过一次蓝山，还是前2天，之前老觉得特远，但是其实去了也就去了。嗯、或者是呢，你比方我在大阪，我老说大阪小，我有时候早上起来规划跑步路线，拿地图测距离，哎呦，看哪儿都那么近，哪儿都那么近，就真的就跟玩网游似的，就觉得城市失去了魅力。有好多这种，我觉得这些年想的也多，这些年想的也多呢，所以就老琢磨这些。比方它里边说好些东西说的是挺对的，比方说你看是延续人类文明重要呢，还是怀里快要饿死的孩子重要？这在前些年一直指导我对生命做出各种选择。下月去日本，大阪有推荐的跑步装备店吗？没有，这儿真的不如在淘宝买，真的不如在淘宝买，不要在这儿买。对，我是个理科生，今天早上大阪城偶遇那小伙伴还说呢，理科生有时候是挺招人烦的。不代表各位啊，因为我是那种特招人烦的理科生，所以我还是我对原著是有一些，我觉得原著虽然在文学性上可能差一些，但是好些东西写的还可以，还可以。我小腿中间肌肉和筋疼是什么原因？你就累着了呗，跟我一样。特步顶级碳板和国际顶级碳板有差距吗？没有差距。我觉得特步10X 从3.0开始就 Pro 款啊，可以闭着眼睛买。全马4小时开外穿慢跑鞋还是穿碳板鞋都行，看您喜欢哪个就行。同为理科生，觉得不受女生待见，那你得看您能不能聊天哈哈哈。沿着电川河的河堤跑过吗？连接京都大阪跑过，挺美的。我有2期路过。我打算等我伤好了以后跑一次，也搞一次大阪到京都的跑步，正好42公里，好像。10X 3.0需要几分配速？我觉得想穿舒服了的话，4分半以内吧。说一下数据，BTC 的背心什么数据？那家背心得4月底，他们4月底才发货，对吧？其实好多朴素的道理在很多文学作品里都能看到。现在就是，呃，我觉得包括各位看到我的频道也一样，都是被信息茧房剪得很厉害的。嗯，就是你越看什么，系统会越给你推什么，然后你就会看更多什么，
然后慢慢的呢，你就会被这些东西洗脑，然后你就老觉得这个观点是对的。这时候突然你在另外一个渠道看到了一个别的观点，你会觉得这个观点大错特错，怎么跟我看到的所有都不一样？然后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年龄和读过的书就会帮助我选择一个独立思考和理性的选择，就是不能，要不然不能非左即右或者非黑即白，什么事情存在都是有道理的。我相信这个比赛体检这事儿也不是脑子一热拍脑袋一帮不跑马拉松的人定出来的规则，我相信啊，我相信，哈哈哈哈，下午好。高步频的话，怎么确定适合前掌还是全掌？不用确定啊，没关系，您怎么跑着舒服怎么来。一年200跑量全马大概什么成绩？一年200是什么意思？一年跑200吗？还是每个月跑200？如果是每个月跑200的话，我觉得勉强可以摸到330吧，330到315之间。半马141，首马目标破4，月跑量应该多少？我觉得100、150到200就够了，200就够了。兄弟，没有什么后他，哎，算了，不说这个，不说这个，不说这个话题啊。对，您说的可能有道理，我要是没有后遗症，我可能就240了。前2天是不是？哈哈哈，我没有什么书单，我看的书挺少的，我就东看西看，我主要是看各种，嗯，就是我不刷短视频，我把用那个时间，我哪怕看看社交媒体，就各种社交媒体，国内国外的我都看。就每个人说出的话都是有原因的，都是他的生活让他形成的这个想法。今早录像的 B 套是哪家的？国内能入吗？那是特早之前买的 LP 的，淘宝买。不过怎么减重啊？目前160，想到130以内，跑步加控制加管住嘴，不用太管。53岁全马322，了不起，给您点赞。进315能给些建议吗？您现在怎么练就还怎么练。可以考虑适当多增加一些速度训练，因为到这个年龄确实速度是瓶颈。博哥 Sky 加多少配速能驾驭的稳点？官方说的是415。月跑量321号，通州能进4小时吗？那得看您跑了多久。您要是跑了有个2、3年的话，那完全没问题。完了，怎么没弹幕了？完了，是不是给封了？哈哈，快快快，说点话，说点话，别让我担心。月跑量250，吃了不少，越来越瘦怎么办？别担心啊，早晚有一天会又胖回去，又开始胖的。到那个时候，哈哈哈。加跑量后肌肉恢复不过来，这没办法。哎，我这次受伤真的好严重啊，今天还疼呢，都已经十多天了。没聊什么，但是平心而论啊，再这么持续的信息茧房下去，持续的去非黑即白的这种东西下去，我觉得大刘也危险了。嗯，操场跑速度间歇跟公路跑速度间歇区别大吗？不大。春天跑步有过敏的困扰吗？你听我这鼻子，听我这个鼻音，没办法。会做其他力量训练吗？会啊，会啊。对，公路一定得注意车，因为我其实没见过面，但是一直有联系的咱们频道的观众，呃，在北京
前两天让电动车给撞了，哎呀，好像是第二个脊椎还是颈椎啊，轻微的骨折，躺着呢。但是说好起来了，还要参加北京半马。然后前2年咱们频道一观众在哪儿啊？是说在东直门还是积水滩呀、给撞了，做手术了。哎呀，都是电动车，电动车。你们看这两天小米那汽车了吗？所有好几位那个试驾的博主都说对电动车的判断很怎么说呢？很保守，只要边上有电动发现有电动车就减速或者就踩一脚，就那个辅助驾驶，这是没办法。你这边就不允许，这边就不允许电动车，这边的底线是电动助力车，就是你还要蹬，不允许纯电车，要不然就是汽车，要不然就摩托车，不允许电动车。感觉我是年纪大了，所以上强度有点严重受伤。这几年没受伤，这3年多都没受伤。这次确实是就像我今天早上视频说的，从去年底开始，大强度的3场半马的比赛和1场全马，半马太累了。静后肌腱炎，我这就是静后肌腱炎，我现在就抹那个药，效果不明显。就抹，其实您受伤以后抹什么药都不明显，真的。因为你的心里的预期总是比他实际的要高的，您同意吧？您总是想着我抹完就能好，但是他抹完没好，有这破药没用。我也这么想。哎，我有一个快递 DHL 的，可能一会儿就来，可能明天来。菲比特又送衣服了，回头我给大家说说啊。马拉松跑完一般需要休息多久才开始训练？一般我慢跑个3天，第4天慢跑2天，然后全休1天，第4天就恢复正常的节奏。你好，想问感冒咳嗽建议更改训练吗？我是这样判断的，就是如果您感冒，就是如果咳嗽是那种被动的，就是我控制不住，那可以停跑或者轻松跑。如果有发烧就不要跑，差不多就是这样。对，电动车真的太可怕了。电动车主要它没声，然后又快，然后呢，它呢，因为它跟汽车不一样，现在汽车你说现在都有，现在没有 ABS 的汽车了，对吧？他司机踩一脚踩一脚了，或者他怎么着？那摩托车或者不是就电动车，它开的又快，他又不敢猛的转向或者踩，他自己就摔了。然后他又有的时候不守交通规则，他剐你一下，真的挺可怕的。博哥中午不休息吗？不休息，我从有记忆开始就没有午睡过，这基因问题。日本有电动车，但需要考驾照，是吗？那我孤陋寡闻了。我听他们讲是，要么是摩托车，那他那个摩托车不全是烧油的，就是要上牌要有驾照的。您说的对，那就不同普通的那种代步的自行车就不，它也有电瓶，也有助力的，因为大阪那儿好多坡，他们都骑助力车，但是就必须得自己骑。现在电动车说是有限速，但很多都是超限改的。对呀，我住花楼的时候，我们家楼下就是那个电动车上牌的那个地儿，就是那年不刚开始，好像到11月1号为止必须上牌嘛。然后那个路边三环边上就一大帮都是黄牛，就代办这个事儿的，一条龙。因为那时候上牌面临很多问题，因为很多人买电动车都没有发票，那时候，那你不上牌就不行，然后就一系列的，就反正什么事儿都上有对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腰底部自重牵拉有利于踝关节，我回头试试，我记下来，你存一下子。除了骨头折了找大夫，其他运动损伤自我修复。您说的对，真的是这样。上下坡路段膝盖外侧开始疼痛，如何缓解？那您这可能是髂胫束，把臀部肌肉练一练，做做拉伸。原来北京反正每个城市不是都抓过一段时间这个戴头盔的事儿吗？但是其实它就是抓一下，就跟这个爱国卫生运动似的，它不是一个常态。这个事儿，呃，
不知道。月跑多少后半程不容易抽筋儿？300以上。高驰手表预测我全马314可信吗？如果您带着正常训练超过半年，可信。下午好，下午好。半马按15K 配速跑行吗？可以。今年你比赛期是没有结果吧？没有结束吧？哦，抱歉，我念错了。我没明白您的意思。我春季没有比赛了，下一场就是6月30号的100公里，然后还有哪儿呢？目前已知的就没有了。会去跑台北，台北应该是肯定会去的。5分配适合穿什么鞋？什么鞋都行。有必要买跑步手表吗？目前用手机有必要。考虑来国内比赛吗？目前不考虑了。本来想的是今年北马可能去跑，他要是真要体检报告，我就不去。就是你别看我对电动车有微词，但是我也不主张所谓的有罪推定，就是我都要去检查检测。我觉得要体检报告就是一种变相的有罪推定。嗯，我个人不喜欢，我理解，但是我不支持。北半马不回来了，拿回来的钱买鞋了。博哥，台北现在怎么去？不是还没开放个人吗？不从中国大陆出发就可以。当然不是说仅仅是出发，就是你有其他国家的长期签证就可以，旅游签证不行。我在这儿就可以办，就可以去，就可以办各种的手续，但是只能是单次的。要中考了，已经3个月没跑了。有小朋友，加油啊！还有3个月才中考呢，还有不到3个月，好好考试啊，别想太多。身高163，体重48，为啥还在掉体重？还行吧，还行。您只要确定您身体是正常的就没有问题。您说的这双鞋我没试过，就是什么 X1。不过说每次都快一点，半马也从2小时外到146。对啊，您不想着每次都快一点，您怎么知道自己的极限在哪儿呢？或者自己的天花板在哪儿？天花板总是要摸一摸，摸一摸它就会高一点。对，跑步是一辈子的事儿，考试绝对不是，相信我。那天我突然看下，那天看哪儿啊？别人发了一个哪儿的数学题，哎呦，突然一看，好多都不记得了，不记得不也挺好吗？啥手表戴着舒服？都差不多，都差不多。现在平时训练也穿五指袜嘛，有时候穿，有时候不穿，因为那袜子穿的慢，有时候着急了或者不想烦了就不穿。我有时候也心情也不好，早上起来的时候累呀、或者是主要最近这个受伤这地儿疼的特闹心。有没有不带碳板的竞速鞋？没有，现在竞速鞋都是这个碳板。一摸天花板不就受伤了吗？那您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您了。嗯，就其实您也知道什么意思，对不对？Go3还在用吗？还在用，推荐买。胜利21怎么样？索康尼，5分半左右配速的跑跑可以的。下午好，下午好。这个受伤跟生病都是训练的一部分，你不可能不受伤的。如果不受伤，说明训练有问题。嗯，不受伤说明训练有问题。而学会跟伤病共处是
通往精英跑者的必经之路，没有例外。你们有时候看说这个运动员运气好，没什么伤病，他所说的没什么伤病是没什么您根本受不了的伤病，我说清楚了吧？是吧？哈，五谷杂，只爱五谷杂粮。对，我刚看了您的微信，差一点点破三，下次不过会针对性康复动作吗？不会，就该怎么着怎么着。就我今天，比方说脚疼，脚疼那能跑吗？能跑，跑我看，跑5公里疼不疼？不疼，那继续跑10公里疼不疼？一点点，还能不能行？能行，继续跑15公里行不行？还行，那今天就21公里。到家以后呢，有没有更严重？没有，稍微有点累，对。然后呢，吃早饭，吃完早饭，今天一天该干嘛干嘛。然后呢，晚上起来，晚上什么晚上起来，到晚上呢，评估一下是不是比昨天好，还是说差不多，一直处在大概差不多的状态，因为已经好到80-90了，最后那点好的慢。那第二天怎么办？第二天该怎么办还怎么办？这就是我的不成熟的观点。而你没有这个观点，就是那天我不是说吗？就温室里的花朵是跑不了马拉松的，跑步可以，锻炼可以，训练不行。这真心话，就是并不是受伤就做错了什么，真的不是。受伤不意味着您做错了什么，受伤是是意外，对，受伤是意外。推荐配子3还是255？我觉得配子3吧。昨天10000米自测提升很大，下周马配能激进点吗？能。是在讲下倾数恢复吗？不是，脚腕疼，脚腕内侧疼，叫什么颈后韧带。嗯，博哥100公里有什么训练计划吗？打算从大阪跑到京都，一共好像42公里吧，找一天吧，找一天我跑着去，然后在京都吃个午饭。受伤是昨天自己太菜了，您说的太对了。月跑量最少多少能跑全马？我觉得怎么着也得100。150会比较稳妥，150会让您不那么痛苦，但是还是得走。博老弟建议跑后冷敷多次，而不是冰敷，啥意思？我大概能理解，能 get 到您那点啊，您说的对。其实肌肉酸痛还挺舒服的，可是关节和脚踝、脚腕疼就不敢加强度了。您说的对，受伤了就是不要加强度，但是尽可能的保持训练节奏。您估计您跑100公里会撞墙吗？我觉得不会，但是会掉速。大河源先生说100公里的比赛从80公里开始。100公里不用坚持啊，就是对我来说，现在跑40跟跑80跟跑100应该差不多，只不过就是看跑什么速度。冰袋放冷藏室而不是冷冻室，对，冰水混合物啊，冰水混合物0度嘛，就只要它稳定了，就 OK 了。哦，博哥，我是奥森杨先生，刚跑完石家庄全马，什么成绩？大家还记得奥森遇到那位杨先生吗？就是为视障跑者和做伴跑还有特殊人群教育的那位杨先生，给您加油，给您加油。3小时40分20秒，哇，了不起了不起！我其实如果只看您本人的话，我是不敢猜这个成绩的，了不起。PB 5分钟了不起啊！是您，
就因为我这儿看弹幕的这个软件没有凸显名字跟头像，抱歉。请问博哥知道 Nike 哪几款背心或者短袖款型适合精瘦身材跑者吗？男性1米76，55公斤。应该都还行吧。按说 Nike 的背心，Nike 背心是 Nike 背心的领口和这个地方会比较的宽大，是有这个问题。我轻松跑一般穿什么鞋？我现在基本都是碳板鞋，因为我没必要为了轻松跑再买一双鞋。刚跑完柳州，太热了，体感30多度，哦，那是很不容易。刚开始跑步是压着心率跑还是顶着心率跑？您只要是健康、正常的成年人，顶着心率跑，相信我，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就是我觉得体育运动，就马拉松这种运动，要把自己想象成动物，而不是人。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想，我们如果真的是动物，我们不论是迁徙、狩猎还是逃命，都需要每次拼尽全力，而只有每次拼尽全力的人才能活下来，要不然就被自然选择淘汰了。那所以说明拼尽全力是对的。嗯，冷敷后皮肤发白才是对的，皮肤发红反而加重。对的，您说的对，受教了。我现在用的 Pace 3，部队里就是这样训练的，那可不是吗？因为他那个训练是你死我活的战场，将来面对的。假设有的话，当然我希望永远都不要有。跑步快5个月了，今天早上第一次半马147，感谢您的分享，很有帮助。感谢您自己的努力付出，了不起。第一次半马就147，了不起。我第一次都忘了多少了。跑步初跑1年2次髂胫束，一条腿一次，都是1个月恢复必然的。毕竟从不动到动，您说的太对了，从不动到动是一个很那什么的过程。你感冒时会出去跑吗？会啊，呃，我已经很少因为感冒发烧了。那正常的，而且我也不是很爱咳嗽的那种人。那感冒也会跑。就人还是比较的没那么脆弱的人，真的绝大多数就是东方文化是太过于把自己当回事儿了。就你看像我这个年龄的人，小时候你说出个水痘，然后肺炎住个院什么的，不很正常吗？就是您无论是上呼吸道感染、扁桃腺发炎，还是下呼吸道感染，您肺炎了，那无外乎就是有东西破坏了它，而这东西是什么不重要，就它都是破坏了它。这就跟比方说你胳膊破了，是菜刀拉的，还是壁纸刀拉的，还是指甲刀剪的，那不重要，它就是破了。而菜刀、壁纸刀、指甲刀就是不同类型的病毒，而因为它不是病毒把它弄坏的，是你的免疫系统把它弄坏的，就是病毒进到你那好的细胞里了，免疫系统咔把那好的细胞给破坏了，然后你这不就不行了吗？对不对？所以说啊，都差不多，别太往心里去。不是我到这岁数我这么想，就是因为我三十九岁今年，我还没到可以不活的年纪。我觉得这就是这么想，因为可能也是我从小看的比较多。嗯，对吧？有鼻炎，每次感冒鼻涕流的跑公园跑。你们看大河原先生冬天跑吧，你们没看过近景，他那个鼻涕都能流到这儿，就忍着，那不也跑了？对，39了，我是1985年出生的，今年都2024年了，时间太快了。哎呀，也是看着博哥作品学习的，您客气了。
柯南药丸怎么没了？对啊，不知道家属给收了，吃了。对，你们没看过年轻了吗？这儿呢，阿夫托克西，用哈气，六怎么说？唠库，对吧？阿迪 Pro 3适合多少配速啊？我估计也得430吧。普通人能跑进3分半吗？能啊，我就能跑进3分半。30公里多久跑一次比较好？您要是想跑到业余精英的话，3周2次吧。建议一天多自来水洗鼻腔，鼻炎就好了。啊，我洗过一段时间，然后效果不明显。后来就懒得弄了。后来我也想开了，就是它管用又能怎么着？不管用又能怎么着？难受就忍，忍呢，它变成习惯了，你就忘了它了，你就跟它共处了，就和解了。对，我再有几个月，我是9月份出生的，今天几月了？3月、4月了，明天4、5、6、7、8、9，还有不到6个月我就39岁整了。年轻是不是该多练速度和力量？年轻应该多练速度，把速度拔高，这样您将来的天花板会高。咋不动了？动的吗？动的吧。你现在突破240，感觉需要多久呢？有可能永远都突破不了，因为那个东西是怎么说呢？245是靠努力，240是靠运气。我比博哥大2岁，那就别博哥了，小李。对，还有机会破3吗？有机会。破3其实跟年龄没关系，破3很容易的。植物大战僵尸的向日葵，就我整个的那个 iPad 的第一个软件买的就是植物大战僵尸。iPad 首发在三里屯，那天有点下雨，我去了，当时拿了全部的积蓄买了一台，然后我记得植物大战僵尸那时候就是9块9毛9刀那一档，那时候还是刷美元呢，得用信用卡支付。时间过得太快了。本月过900了，那您别跟我报道了，兄弟。我是不是我得给您收下我的膝盖？月跑量200破3需要慢慢提升到多少？320吧。女性也能破3，能啊。骑台就看博哥视频，我骑行台的时候，那时候看什么呢？那时候玩炉石传说，把 iPad 架那个前面那个就是这样放胳膊那个架子上。零基础到半马多久？我大概4个月。前两天有几个小伙伴在另外的平台跟我留言说，听说这边看我的视频我收益高，就来这边看，感谢各位。哔哩哔哩这个，哎呀，还有小伙伴说那个为什么不发播客和抖音？没法发呀。想有一天跟不过一样冲击245、240，跟博哥一样吧，应该是打错了，可以的。今天早上不到5点出去跑步，跑着看日出，美妙的感觉。东马中签率大概多少？它官方每年会报，今年好像是10%左右，10%还是11%，我不记得了。博哥下午好，记得之前您说过加跑量后解决办法是找地儿去按摩，希望可以推荐运动按摩的地方。在京，谢谢。哎呦，这您难住我了。
我没有什么固定的地方。那时候我们家边上有一个盲人按摩，按的还行。后来按的不行了，我也不需要了，就不去了。我没有什么这种固定的，因为像这边那拉抻店一样，是挺舒服的，但是我觉得成本有点高。这中签率比我中论文还难。中论文是什么意思？你懂吗？家属也不知道。10%不低啦，10%应该是比今年无锡高的，我个人认为。因为第一，东京马拉松报名不需要有报名成绩；第二呢，它的抽签是，就大多数国际马拉松的抽签，它真的是抽签啊。你看像我报北京，不管是全马半马，我没中过，但是你很多其他地方的朋友比我跑得好的，从来没中过，就跟我报上海就中过一次是一样的。就今年报名之前我也知道就肯定会中啊。对，上海就肯定不中，纽约今年4%，对啊，纽约是比较难，因为纽约给了好多当地跑团的名额，它总共的规模就那么大。神户马拉松非常适合出成绩，而且先到先得，来吧。东京成绩好的话，中签率会高吗？不会。在阿联酋这种按摩将近1000人民币1小时，是啊。阿联酋是什么呀？迪拉姆对吗？大概500左右，是不是1:2？好像是我印象中，对吧？所以就自己捏捏就得了，或者买个泡澡的桶。嗯，这边也贵，这边差不多1小时贵点儿地儿得6000日元，300块钱。石家庄全马312完赛，开心，给您加油！感谢黑影的陪伴，今天正开首马325，首马325了不起，前途无量。体重160斤，全马破4怎么练？您就开始跑就140斤了，然后就破4了，1:1.92啊，可以。纽马是博格跑的气氛最热烈的比赛吗？是的，纽约是我整个的，就从起跑开始算的话，是整个感受最好的一场比赛。然后要是后场的时候呢，就是等待起跑之前呢，是体验最差的一场比赛，太冷了，太冷了，然后等的时间太长了，我还是第一波出发呢。同时中了北半马和副中心，您要是志在跑一个好的半马成绩，北京是很合适的。然后副中心的全马呢，含金量说实话没那么高，嗯，但是赛道比较好跑。在Green 48 Flash 在主播黑影的直播间开通了舰长，今天是他陪伴主播的第一天，感谢您，您破费，感谢您。每次都是同时开，一边静音两边聊天，感谢您。我好像对您的昵称有印象啊，对呀、看到了。零基础46岁男性定破3目标务实吗？务实，我觉得现在差不多努力练4年，就有破3的很大的机会。嗯，日本出行用到现金的地方多吗？如果您去游客区的话，几乎不多了，就是绝大多数地方是可以刷西瓜卡的，就是那个公交卡，手表 Apple Watch、iPhone 什么的都可以，iPhone 都可以加。西瓜卡是可以用银联卡充值的，就是您的钱包里，就是我只知道 iPhone 啊，您的钱包里有一张银联的 Apple Pay 的，加到 Apple Pay 的卡就可以无缝充值，实时换汇。然后呢，所有的公交、便利店，就几乎所有卖东西的地方都可以用公交卡。然后呢，几乎所有的商场都可以用信用卡，绝大部分的商场都可以支付宝和微信，然后可以银联。呃，游客区绝大部分的餐厅都可以刷卡或者是银联，但是如果您想吃特别 local 的餐厅，大多数只能收现金。他们收现金的主要原因是他们交税也比较方便
啊，您懂的。所以很多餐厅是只收现金，而且在国外呢，信用卡公司的抽成会比较高，他也不愿意负担那个成本，还有机器的成本，呃，其他的就没什么了。嗯，对，就是您现在来日本玩的话，就是您不带现金都没事儿，就不换钱都没事儿。着急用的话，就所有的便利店，就便利店的 ATM 是可以拿银联卡取现的，就直接取日元，只有10块钱人民币的手续费，就是拿信用卡就可以取，而且还在您那个限额之外，它有一每天限额。日本房租贵吗？我这个是个咱这算是3LDK 对吗？2LDK 就是2室1厅，然后呃，我住这地方距离新斋桥1公里不到，900多米，一个月6000多块人民币的样子，嗯，差不多就这样。所以现在来日本玩，如果去东京、大阪，几乎不用准备现金，几乎不用，就很方便很方便。没去过日本，要参加东京马拉松需要准备些什么？准备护照，准备签证，准备报名，然后抽中签之后呢，来就 OK 了，不用太担心。以前还是有好多要注意的，现在完全没有。您来了以后，您会发现哪哪都有中文，然后您从机场下了飞机，上了地铁，地铁的报站都有中文。这边这些就是大的地铁线路的报站，就关键站啊，中日韩英4国语言报。看您视频多了，主要狂推大阪的二手房，哈哈哈哈，也没有，就是嗯，对我要有那本事我就卖东西了。哦，对哈，那天我突然发现那个松拓那耳机给我那个蓝链那个分成是10%呢，哇，好高啊，特别开心。但是好像没什么人买那个视频，他们也没有推广。嗯，松拓那个叫什么？推广的那个小伙伴他们就比较的佛系，比较的怎么说呢？没那么的就不卷，然后好像也无所谓，多少流量也无所谓，然后要求也不多。所以那部视频他们也没推，然后当时弄的时候也没我也没问，我问他们了，我说那有没有购买链接呢？就我也不是说要分成那种，就我好歹得放一个呀，然后也没有，就那么发出去了。后来才加，但是那个韶音那个好像他们就是韶音官方在推那些视频，所以流量特大，各种声音也都有，我都理解这东西，就品牌这东西啊，我买不管是我自己买还是怎么着，我基本上都往好的想。嗯，今年去东京跑东马了，体验还行哈。相似区，对，租房和杭州差不多啊。对，但是那松拓那耳机真挺酷的，就那个红色那个灯，哎呀，我特别喜欢那个灯。我现在这两天我一直都戴那个，最近现在最烦恼的就是天亮的太早了，就不够酷。我特别喜欢黑一点在，那个真的好看，真的好看。但是说实话就是不便宜，你要让我花1300多可能到手，我估计我也不舍得。嗯，实话实说，对，霹雳游侠，对不对？多带劲啊！我印象最深的有一集，就是有一辆和他一模一样的车，是个坏角色。然后呢，那怎么办呢？都一样，就是就最硬的盾和最锋利的矛撞上了嘛。然后最后是结尾是什么呢？就是红方发现黑方的出发点不一样，红方那辆车呢是为了驾驶者，就是他就是说要执行要胜利，要维护正义。然后黑方那车呢是为了自己不受伤害，所以最后使了一个巧妙的办法，让那黑方那个车呢转向，然后摔下了悬崖。
好像是这么回事。那时候最爱看的情节就是发现了爆破物，然后那车停到那个爆破物上，然后砰一下车没事然后挽救了周围的人。还有一集两个漂亮姑娘要跟那车合影，那车突然说话，那时候我还太小呢，印象还不深呢。跑步的书有没有推荐？推荐的不多，看看村上春树。但是各位看村上春树可能都不是从跑步开始看的，是不是？苹果手表跑天场会吞距离是真的吗？我没试过。当年看老帅了，对啊，那时候所有的电视剧都是那样的开头的那个主题曲，就是两个人啪突然就走到一个程度，然后就定格了，然后出名字，出这演员的名字，然后就是下一组。那时候特流行这个，对不对？佛哥体重从180啥时候减到现在这样的？差不多跑了半年就140了，然后又跑了一两年就120、130了，又跑了一两年就120了，又跑了一两年就110多了。村上君现在还跑马吗？我还真不知道，我估计跑步可能不一定跑马吧。跑步之路快乐是起起伏伏的曲线形式，对吗？对的，大多数就是我们做什么努力的事儿，我的分析都是这样的。就是一开始呢，入门了，哎呀，好高兴啊！然后呢，越入门呢，越发现深不可测，然后就有点焦虑。然后呢，又觉得自己行了，但是呢，够不着那个想要的成绩，又开始不行了。然后呢，后来就跟自己和解了，这就行了。村上基本上每年都去跑夏威夷马拉松，对这边人特别喜欢去夏威夷。嗯，似乎比起心率，你更关注跑量和强度。对呀，您要完成一个马拉松，比方说我想破4，那就必须得跑到5分41的平均配速啊，对不对？那你说我天天看心率，我跑不到，那你就永远跑不到，对吧？心率不是目的，心率不是结果，不是心率不是过程，心率是结果，是你全力训练之后，然后你突然发现你静息心率、运动心率都比以前低了，而不是说我现在要想维持160的心率，只能跑7分钟，我就不能再快了，再快我就死了，不是那样的。如果这样的话，你永远都只能是7分钟。我说话比较直接啊，还有半个月北半马，好着急啊，不着急，顺其自然。咱们今天还是还有8分钟，8分钟。嗯，对，有没有比赛刚回来的？今天我看弹幕跟观众数都不是太多，估计好多都去比赛了。我有2064个点赞，但是我没注意以前有多少个。如何安排日常轻松跑的配速？差不多比你的马拉松比赛配速慢个1分多钟，差不多。嗯，秋季有什么大型的赛呢？中国吗？中国，北京、上海。秋天最大的2场应该就是这2场，就是日本跟中国不一样，日本的大比赛都在春天，你看大阪、东京都是在春天，倒数2周开始补它，早点吧，倒数2天，兄弟，倒数2周您吃完了，估计2周以后镜子都不认识您了。Day Day Up 说，我就是刚到家，好好休息，晚上吃点好的，喝一杯，是不是？平时会做核心训练吗？会啊，卷腹100个一组，负重5公斤，一次干2组。大阪我当年跑是12月的，哈哈哈哈。明年大阪马拉松是礼拜一，因为那周他们周一是个假期。他们开年，京都、大阪、东京、名古屋
连着4周4场比赛。我半马刚进2小时，想尝试全马，怎样计划？1个月跑到150公里以上。一直想看看您的腹肌，我没有腹肌，隐约只能说隐隐约约。我真的没有，而且好像说是直播间不能这样。那天我看谁呀、一玩铁三的兄弟直播骑行台，光着膀子，刚光了半分钟就给封了。真爱生命是不是？卷腹天天做吗？不。博哥见过年龄最大的马拉松跑者多大年纪？我们跑团里有位68岁的老先生，大概3小时20左右，就是跑马拉松的。对啊，我那天发那张图，野口先生做的我们整个大阪城这个周三早训练的这个跑团的成绩表，呃，好像女性跑者都在4小时以内，挺厉害的，就是他们练的比较的狠，真的比较的狠。哎呀，今天这个又有点疲劳，主要这次受伤受的吧，特别闹心，好久没这么受伤了。可以给大家迅速的看一下，就看看我最瘦的时候，那年准备取消了那次北京马拉松的时候，我在视频里放过，不要放，那就不放了，对，别到时候回头给我封了。跑团其他小伙伴大概跑量多少？好像平田先生他们300多一个月。博哥有机会来湘南，推荐藤泽海边跑一跑。我去过一次，您说是那个就是镰仓那边吧？有机会。对，那个再说一遍啊，那个周二要停更一天，就是后天，因为后天一大早要出发去福冈有事情，然后周三周四也不在大阪，但是周三会更新，周三应该是合练的日子，我就隔空练吧，然后周四是休息日，周四本来就不更新，等于就周二停更一次，好吗？博哥以后会因为血压报不上马吗？我140。刚才我就说这事儿了，就是，哎，我能理解，但是不支持。所以呢，如果一定要这个才能报名，我就不报就是了，就跟以前对待杭州马拉松一样，我没有任何意思啊，就是我自己。西安马拉松还是希望博哥来一次。月跑量260，半马能冲击130吗？有难度。东京马拉松什么时候开始报名？差不多每年8、9月的样子吧。42岁初跑几个月，月跑量200多，都是5分钟的慢跑。请问年底能破4吗？有难度，很有难度。我第一次破4的时候已经跑2年了。大风天气帽子容易掉，什么办法吗？你往下点戴，就是你让那风这么过去，别这么过去就行了。就是你要大风的时候就跟雨伞似的，你打伞，你要这么兜着风，那来阵风您不就这样了吗？那风来了，我们不是得这样吗？是不是？是不是精髓了？你看村口发廊的托尼老师笑了五声，准备收。哎呦，坐这一会儿腰疼。我63，脚踝6周基本好了，老弟减量减强度更好更快好，谢谢您。石家庄半马 PB 了，恭喜您。对吧？你别买那种帽子，有那种帽子是这样的，对吧？那对不对？风在大家仰过去了，你要帽子戴的太紧的话，
哎呀，手办马132啥水平？精英。还有1分钟啊！哎呀，这2年是老了，这做这一会儿，这个腰就不舒服，咋办？中午去黑门市场了。哦，对，大家我不知道发没发出来，可能发出来了。对，中午去黑门市场了，买了点肉，晚上吃烧肉，花了100。对，黑门市场都能全程支付宝，买了117块钱人民币的肉，有牛舌，然后有和牛，还有牛肠。收，感谢大家。日本索康尼鞋子不好买啊，呃，这边在哪儿买鞋？我在日本就买过一双鞋子，SX 官方店买的。那天那个视频里那个店就是新斋桥的 SX。感谢各位啊，今天大家也都辛苦了。嗯，努力，好好恢复。牛肠会把肥油去掉吗？烤干呀，烤干就好了。说腰底部这位，我记下了，我复制一下，截个图。感谢各位啊，感谢各位，拜拜，大家努力生活，健康平安，一切都好，好吗？比完赛的开心吃顿饭啊！明天发视频吧，发，拜拜，加油，明儿见。